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集应该弃剧，赵丽颖新剧引起争议，年代剧风吹半夏剧情太假。说实话，当看到抱着极大期望的年代剧风吹半夏的编剧是张挺时，就估计这部剧大概率又要2极分化了。张挺编剧导演的《天下长河》，虽然豆瓣评分8.2，但评分人数只有7000多人。这个分数是如何来的？懂得的观众都懂。《天下长河》实质上就是打着历史旗号的戏说剧，深度和《康熙王朝》这样的剧没有可比性，娱乐性当然也比不上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《宰相刘罗锅》之类的古装喜剧。说白了，就是一部中庸之作，骗历史正剧爱好者和普通吃瓜群众2个群体流量的。上线2天的《风吹半夏》在豆瓣的评分是绝对的2极分化，8000多人的打分中，要么是5分高分，要么就是1分低分。5分评分的观众，基本的话术都是差不多的，是不是水军不晓得，但看剧不认真是一定的。但打1分的观众却是实打实的追剧感受，因为风吹半夏没有流量明星站队，也就没有啥粉丝互黑的行为。作为年代剧，风吹半夏在开篇2集的叙事中明显太假，故事经不起推敲。欧豪饰演的童潇齐在偷卖井盖被拒绝后，就立马竹筒倒豆子，告诉许半夏他妈住院需要140多块钱，为了140块冒着蹲班房的风险。按照这个逻辑推断，童潇齐不是盲流的身份也差不多了。结果呢，转头交代童潇齐的身份时，才知道这位偷卖井盖未遂的男主角是电厂车队的，这就奇怪了。看来编剧或者导演是90后青年人啊，完全不了解90年代的物价生活水平吗？1991年的时候，国企的月平均工资怎么也有100块了，何况电厂还一直是国企待遇排头兵的单位。就算童潇齐是青年工人，每月哪怕有个60块工资，至于为了130块去偷井盖卖废品收购站吗？还有，在那个年代，城镇里的家庭哪家有个事儿的时候，不都是父母跟邻居或者同事借点钱，临时渡过难关吗？一家借10块或者几块钱的经历，在80、90年代的家庭是一种很正常淳朴的社交行为，只是为了给童潇齐和许半夏创造个相识的机会，有很多种靠谱的剧情设计。看来中国的编剧实在是太缺乏生活经验和想象力了。不过这个抓马的相识剧情还不算过分，紧接着的剧情堪比网文小说了。在3个人认识后，许半夏立马让童潇齐开车，他联系自己的同学，从钢厂拉废钢去倒卖。许半夏的台词如下：钢厂里堆了很多下脚料，厂里不要也没人清理，我去跟厂里打个招呼，给点钱拉走，转手卖到市里的废品收购站，1斤差价6毛。一段短短的台词，却能让人笑晕过去。巧了，老顾自己就是东北的钢铁厂子弟，钢厂规模中等，大概有1万多职工。钢厂都是按照车间和分厂划分，比如冷轧分厂、锻造车间、供热车间等等。在这些分厂和车间中，废钢车间的主任在那个年代是除了供销处以外的肥缺岗位。为啥？那个年代的供销处负责买设备和原料，又负责销售，当然是寻租空间最大的部门。废钢车间能排在后面，也是因为寻租空间大的原因。而在风吹半夏中，废钢居然没人要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钢厂废钢车间的主任估计每个人都是当地的首富了。废钢卖给废品收购站就有6毛的差价，钢铁厂自己不会卖吗？话说回来，
废品收购站根本不可能成为钢铁厂卖废钢的客户的。这段剧情除了缺乏经济逻辑，更缺乏人性逻辑。假设这个剧情成立的话，许半夏既然早就知道这个发财之道，之前在干嘛？难道说，因为在1991年的时候，许半夏即使是花钱，也找不到一辆货车；即使找到了货车，也找不到一个司机；即使找到了司机，也因为运费太贵，运一次废钢根本赚不到钱。就因为以上的原因，所以许半夏一直在等一个司机，等一辆免费的卡车，才能开始这个稳赚不赔的生意。当然，我们知道根本不是这个原因，而是编剧就是让许半夏在等童潇琪的出现而已。可能有的读者会觉得老顾实在太矫情，看个剧而已，至于这样较真吗？我个人的看法是，至于。国产剧就是因为这些无脑缺乏逻辑的剧情，同时又有很多没演技的流量明星凑数，才导致国剧现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烂状。年代剧、历史剧、谍战剧、悬疑剧这些题材本来就容易出现 BUG， 但也是能出口碑的类型剧。如果编剧导演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能自洽的话，那就去拍古偶或者甜宠剧好了。反正看古偶或者甜宠剧这类的观众不会太注意细节，但如果是年代剧或者历史剧，哪怕没啥深度，也要有基本正确的故事框架。编剧同为张挺的《天下长河》中，一群吃不上饭的河工家属，穿着整齐划一的白布校衣，集体上前撕扯安徽巡抚，这样的剧情合理吗？不是百姓太大胆，也不是黄志忠饰演的晋府没有官威，而是编剧导演一定要用这种理想场景来表现人物设定和性格，这就是典型的不尊重事实的扯淡了。同样，风吹半夏在第1集中的剧情也是如此，看着似乎节奏明快，开心过瘾，但细究下去都是剧情逻辑漏洞。